还记得失踪的女警察吗？她是多少人看了一遍都不敢看第二遍的案子。然而案件发生仅4年后，山东临沂又出现了3个人间畜生，其手段更加残忍，简直泯灭人性。一名年轻貌美的24岁宝妈，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惨遭3名畜生轮番侵犯，甚至在犯罪结束之后残忍地将她杀害。你以为这就够泯灭人性了？然而你们低估了这3个畜生的变态程度。为了消除证据，他们竟将女子的尸体一把火焚烧殆尽，在焚烧尸体前割下了受害人的私密器官，其残忍程度远远超乎你的想象。气得老驴真想手撕了这3个人间恶魔。2014年7月26日凌晨，就在山东沂水县的一个工厂内，画面中的这名年轻女子王某正在生产线上做着自己刚入职不久的工作。然而对于即将到来的灾祸，她却浑然不知。0点10分，结束了当晚的工作，与工友交班之后，她便换上了自己心爱的粉色披风，独自一人骑行在回家的路上。她哪里知道，这将是她生命的最后一程。从厂区到她家里只有4公里路程，一般骑车10分钟便可到达。可王某的丈夫李某却足足等了1夜，都没见妻子归来，手机也处于关机状态。一开始她丈夫还没当回事，以为她去朋友家了，结果第2天下午还是没有消息。要没了，我以为就是她或者是去她同事家玩，或者是干什么的，也没有往那派出所。于是他便沿着老婆上下班的路线找了一下，可哪里都找遍了，一点踪迹也没有，便火急火燎地去警局报案。民警得知王某已经2天未归时，便感觉事情没那么简单，有可能王某存在什么危险。于是警方立刻来到王某上班的工厂了解情况。据工厂的老板透露，当天工厂上夜班的女工跟多，下了班都是3、5成群的结伴而行，之前并没有出现过任何意外。那么跟王某结伴而行的会是谁呢？于是警方调取了工厂门口的监控录像。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王某竟然是独自一人骑车离开的工厂。由于工厂位于沂水县城乡结合部，虽然王某家里距离工厂只有4公里，但是午夜时分路上几乎没有车辆和行人，一名年轻女性独自一人还是非常危险的。就在大家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突然民警想到前不久有一起类似这样的少女失踪案。这个女的下了夜班，自己把自己电动自行车扔到那个沟里，伪造了一种被抢劫类似的现场。我们费了很大劲把受害人找回来了，他就回网上去了。民警推测，王某之所以没有结伴，而独自一人走夜路，很有可能是去约见某位朋友。据王某的工友所述，当天夜里他好像看到王某在一个工厂门口停了下来，与人交谈，而且关系比较暧昧。虽然王某的丈夫也有所怀疑，但是他表示只要妻子能平安回来，即使出轨也不是什么大事。当时就想就说的，只要他不出事，就说他跟人家跑了都或者都无所谓了。就说那是我唯一担心的就是他安全问题。于是警方立即成立专案组，对沂水县城乡结合部这段路程展开地毯式的搜查。突然，民警在距离王某回家的马路不足100米之处的草丛边发现了一辆电瓶车。通过家属辨别，这辆电瓶车正是王某的，可周边并没有王某的踪迹，好像人间蒸发一样。民警对电瓶车进行了初步的勘查，并没有严重的撞击，只有轻微的擦痕。于是推断王某当晚被人拦下，将电动车推进沟里，并不是劫财，而很有可能是为了劫色。那么当晚究竟发生了什么？王某现在身在何处呢？小岭关庄村的村口是王某回家的必经之路，于是民警立刻来到村委会调取了该路段的监控录像。监控显示，在当晚的凌晨4点左右，有个人骑着摩托车在前面，后面跟着一辆电瓶车，速度并不是很快。在行驶了一段距离之后，2个合力将电瓶车推进了草丛里。由于当时天色比较黑，监控并不能拍清2人的样貌，也识别不到摩托车的车牌号。通过监控线索，此刻民警更加担忧，猜测王某遇害的可能性非常大。通过看这个监控应该确定犯罪嫌疑人在2人以上，已经把受害人劫持，还可能受害人要是被害了。随即警方果断扩大搜索范围，
对周边1公里内的所有监控摄像头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排查。很快，王某的电瓶车成为了关键线索，警方继续通过视频追踪不放。在此过程中，一辆形迹可疑的面包车进入了警方的视线。这辆车起初以高速行进，但在接近王某时却突然减速。即便在宽阔的马路上拥有超车条件，他也始终紧贴王某身后，直至进入下一个监控盲区前，面包车诡异地停了下来。应该说正常兜的话，他早就超过去兜了。可以断定这辆车呢就是尾随受害人。虽然路面被茂密的树枝遮挡，但在民警细心分析之下，可以明确辨认出一辆卤素灯光的车辆在此处停住，随后熄灭了车灯。大约停留了3分钟，这辆车重新启动，悄然驶离现场。令人心悸的是，王某所骑的电瓶车在此后的监控中再无踪迹。警方据此推断，正是在这2个监控探头之间的盲区，面包车逼停了王某，强行将其掳上车，实施了犯罪。利用夜晚的昏暗与汽车灯光的掩护，犯罪分子企图掩盖其恶行。为了追踪嫌疑人，警方根据嫌疑车辆的外观特征，对周边监控进行了地毯式的筛选与排查。出乎意料的是，这辆面包车在案发前如幽灵般穿梭于沂水县城，几乎未曾停歇。经过连续3天的艰苦努力，办案民警终于在一个关键卡口捕捉到了嫌疑车辆的清晰影像，是一辆银灰色的微型面包车。通过车辆登记信息及外围走访，警方迅速锁定车主的丈夫张某为重大嫌疑人。张某时年24岁，沂水本地人，长期在县城承包工程。案发后第4天，警方通过巧妙布局，以招工为由，在张某的工地上将其成功控制。面对警方的询问，张某声称案发当晚他确实驾车前往开发区滨河大道区域，但仅是与工友在车上闲聊，并未涉及其他事情。为了验证张某的说辞，警方找到了他所提及的工友，然而工友却表示案发当晚并未与张某同行，显然张某在撒谎。之后，民警在仔细观察监控照片时发现，面包车的后座还坐着一个光膀子的男人，不难看出手腕上戴着一个手表，可以肯定这是张某的犯罪团伙。此外，警方在张某的手机通话记录中发现了频繁联系的可疑人吴某，两人不仅是小学同学，且吴某同样居住于沂水县，未婚，并且也有戴手表的习惯。随即，他跑，他追，他插翅难飞。警方在抓捕张某的当天下午将吴某缉拿归案。审讯过程中，吴某的供述与张某惊人的一致，两人都坚称只是驾车外出兜风，未涉及其他犯罪活动。面对如此顽固的嫌疑人，警方并未气馁，而是对张某的面包车进行了细致的技术勘查。令人震惊的是，车内座套竟是全新的，与监控画面中的不符。显然张某已更换过座套。突然，警方在其座套下提取到了血渍，随后法医通过 DNA 比对，证实这些血迹属于失踪的王某。铁证如山之下，张某与吴某终于崩溃，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据吴某交代，2014年7月26日晚，他接到张某的电话，我说我没了酒了。他说你没酒干啥？我说咱一块多聊聊。随后张某又接上同村村民张某华，三人驾车在城区游荡，边喝酒边聊天，气氛逐渐失控。在酒精的催化下，张某提出了侵犯女性的念头。这个女的要不玩弄死我就强奸呗哈。我说你玩两下手嘛，从网上聊天聊这么多，聊个3辆车，约出来就能玩。他说那就不好玩，想玩个刺激的。三人的作案工具不自觉地支棱起来，于是一拍即合，决定寻找目标下手。三人驱车来到开发区区域，很快3个畜生盯上了刚下夜班的王某。此刻正是7月27日的凌晨。我就慢慢的帮他就说那个我想那个帮他，我说行吧，这就不是嘎到。此时的王某还没有察觉3个恶魔正在向自己靠近，或许他还以为是好心人为他照亮回家的路呢。终于在走到监控盲区之时，面包车便将王某逼停。慢慢贴着他，然后他就停下了，他停下我停下了，太阳下去不是这样。当王某感到危险时，一切都晚了。3个人面兽心的畜生将他带到一个极其偏僻的地方，轮番对王某实施了侵犯。然而3人的罪行并没有就此结束，可其中一人下意识地喊出了同伙名字。我喊出来怎么办？我叫名字，我只叫的风话，我也没说什么。谁知道是张风花是王风花？
我只叫了一声凤花，希望性叫了一声。因为担心自己会暴露，于是几人决定杀人灭口。是已经暴露了，然后他回厨说快把他弄死，这是第一句，第二句快把他弄死，一连着说了3遍。三人便将王某活活勒死，并且买来汽油将王某的尸体焚烧掩埋，之后返回将王某的电瓶车推进了草丛里。案件至此结束。张某、吴某、张某话，这3个畜生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可王某刚结婚3年的丈夫和刚2岁的孩子，要走完这漫长的一生，又该有多么无助呢？老驴再次提醒广大女性朋友，走夜路需谨慎，最好是结伴而行，不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晚安，马卡巴卡。